旋即，雷霆化为一道攻击，对着天风的后侧袭来。早已经知晓了萧炎的攻击轨迹之后，立马躲开了萧炎的凌厉攻势，雷霆之力则是重重的轰击在了地面之上，整个大地都被击穿，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，并且还有余电在其中若隐若现。萧炎的刚刚这一招乃是神行7步中的第3步，也被称之为雷步。这一步不仅速度比前2步要快，而且还可以化雷为攻。这边是雷步的威力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雷步之威，竟然扑了个空，没有将对方击中，反而直接将这片大地轰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。哈哈哈，速度再快又如何？你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，没有绝对的实力就不要出来英雄救美。躲过了萧炎的强大一击后，天风也是对其放下了戒备，在自己的天机术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罢了。现在就算你求饶，我也不会饶过你，小子受死！一道充满着怒杀之声响起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他猛地一跃，右掌狂挥，凝聚出一股恐怖的神力，化作一只巨大的白色掌影，对着萧炎狠狠洞穿而去。这股力量之大，仿佛可以撕裂天地，空间都在震颤，大地似乎在为之一摇。萧炎敬礼，眼神如刀，凝视着天风，下一刻不退反进，眼中射出决绝的光芒，炫白色的火焰瞬间从他体内爆发出来，化作一朵火莲，迎向那道恐怖巨掌。炫白色的火莲与巨掌相撞，瞬间引发一声惊天巨响，空间炸裂，冲击波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四周。萧炎的身影在爆炸中化为一道雷霆，瞬息间出现在天风身后。天风只觉得背后一阵寒意袭来，但是这一切的动作都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因为他也早已经通过天机术洞察了萧炎的神元之气动向。没用的，你的一切动作我都了如指掌。还没把话说完，天风眼神则是有了惊恐的变化，只见一道耀眼的火光冲入他的眼睛之中，令得他的视线瞬间被放空，根本看不到四周的任何事物。在这瞬间的片刻下，萧炎的神元之气在他的喉咙间急速凝聚，仿佛要实施展出什么可怕的神迹。萧炎的眼眸陡然一睁，眼中金芒爆射，嘴上咧嘴一笑之下，体内的神力以及焚神之力开始狂涌。很快在他的喉咙间有着酝酿很久的闷雷声爆发而出后，嘴巴微鼓，萧炎脸庞有些涨红，双手赫然结印，旋即嘴一掌，犹如雷霆般巨响的龙吟自其嘴中爆，吼出无形的声波。刚刚出口，萧炎面前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的恐怖音波，旋即一道龙吟声波闪电般的扩张而出，只听得轰隆巨响，寂静的空间上像是投放了炸弹一般，高达万丈的空间声浪炸涌而起，直接将天风的身影笼罩在了其中。最后这一道恐怖的龙吟音波尽数的冲击在了天风的整个身躯之上，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彻声龙吟呼啸，爆发而出的怒雷炸响以萧炎为中心点滚滚席卷而出，连空间都无法承受住如此的恐怖音波，瞬间被撕裂而开。强大的龙吟声波之力在这方圆10里之地都能够被清晰的听见，而天风的行动被萧炎的目光之火暂时控制下，毫无防备的被圣龙吟正中，就算不死也得是神魂遭受极大的重创。一旦神魂重创，那么他的实力就会跌落许多，就算是7重天位神都能够将其击败而起。刚刚萧炎所施展的还只是2重圣龙吟的威力，如果是3重圣龙吟，恐怕直接让对方的神魂抹灭。就连卞娜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深处感到了巨颤，要不是萧炎的目标对准的是天风，恐怕周遭的一切事物都会被这一股强大的音波给震慑成虚无。这2重圣龙吼之力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。在持续了片刻后，圣龙吟声才缓缓的消散，那弥漫天地间的音波之力也是逐渐的消散而去，一道狼狈的身影从上空急速的落下，最后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，掀起了浓浓的灰尘。萧炎望着已经被自己的声波神技击中，并且直接被重创神魂奄奄一息的天风，心中也是有着一丝惊喜。看来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，施展出的2重圣龙吟就有如此威力，这也太过强大了吧。还好自己施展的是2重圣龙吟，如果刚刚施展出3重圣龙吟，恐怕这位天风的神魂将会彻底的被抹杀，恐怕也因此陨落。但为了不破了万界圣子争夺战的规矩，萧炎还是收了脸。他竟然真的打败了天机岛的天风。一脸难以置信的卞娜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脸上浮现出无比吃惊之色，这根本让他始料不及啊！对方的天机术能够预判出对方的下一步动作，为何刚刚天风无法看穿萧炎的下一步攻击呢？萧炎的身影来到了已经重创的天风身边，静静地望着他，并没有说话。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天风，其脸上挂着无比疑惑之色。他刚刚为何没有看出萧炎的下一步行动轨迹，并且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，在自己知道后已经被重创躺在了这里。为什么我刚刚无法看穿你的下一步动作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只是破了你的天机术而已。萧炎的简单一句话传入天风耳中时，立马剧烈的咳嗽起来。破了自己的天机术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什么破了我的天机术？萧炎望着那一脸难以置信的天风，但是给他解释起来，你的天机术虽然强大，能够洞察对方体内的神元之气，可是一旦动用神火的力量神技，你的天机术就会失效。虽然能够看出我的神元之气流动，可是在这之前
我便施展出了神火神技，而且我刚刚使用的乃是三昧神火中的暮光之火。此话一出，直接再次重击了天风的神魂一般，他的身躯不禁的抖动起来。原来自己败在了神火之上，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天机术，竟然就这么被一个人给破除了，心中极为的不甘心。该死，真是该死！可以看到，此时的天风依旧没有死心，虽然神魂被重创，但并不致命。随后便是从骂声逐渐变成笑声。哈哈哈，好，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萧炎。萧炎，好，我记住你了。今日之仇，我必会让你百倍奉还。天风也在心中深刻的记住了萧炎这2个字，我等你，但是把你的圣花印记交出来吧。萧炎根本不惧对方找自己报仇，所以也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里，直接伸出手臂将天风额头上的圣花印记收取过来。一枚枚圣花印记进入到了自己的眉心中，加上了天风的圣花印记。现在的萧炎已经有了80枚被夺走了圣花印记之后，天风咬牙切齿，心中的杀意早已经弥漫全身。可是奈何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萧炎的对手，但是他还是将自己的情绪强压下来道：你不要以为你只能够成为最后的万界圣子，因为比你强大的还有很多很多。而且我想你的那位叫吴雪的女人现在恐怕陷入一场危机之中了，而且并不是件简单的出局，而是会被杀死。带着最后一字落下，萧炎的眼神中散发出恐怖的火芒，立马拎起奄奄一息的天风，声音压低道：什么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哈哈哈，看到你着急的样子，我真是心里无比的痛快啊！你救不了他，因为我刚刚收到消息，你的这位女人所面对的乃是来自阴阳殿的那些神蛟，他们可都是9重天位神的实力，就算你拥有3昧神火又如何，依旧无法撼动来自巅峰天位神的力量。告诉我他现在的位置在哪？萧炎一双充满杀气的眼神冷冷地盯着天风，如果不说，仿佛要将其彻底的击杀。天风自然感受到了萧炎的那股杀意，但是他已经无所谓了，然后双眼一闭，等待萧炎给他最后的一击，但他也绝不会说出那个位置。该死，一道杀意之声低沉传出，然后一股炫白色之火冲入天风的体内，然后扔在了地面上，并且还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痛苦的叫喊声。因为萧炎将幻虚地炎之火打入了他的体内，继续将他那已经重创的神魂给予神火燃烧，这样的痛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。很快在地上痛苦打滚的天风立马喘着呼吸开口道：我说，实在忍受不住神魂被神火燃烧的那一种痛苦，立马脱口而出：他在西北方向的一处山谷中。你最好不要耍什么把戏，不然你照样逃不了。萧炎将天风体内的幻虚地炎之火收了回来，然后刚想要走，身后的卞娜便是急忙的跑了过来，对着萧炎说道：我跟你一块去。萧炎有些不解，卞娜看到萧炎的神色，解释道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西北的那座山谷应该是地阴之谷，传闻天地宝物大部分都存在于其中，甚至还听说除了天地宝物之外，还有着神物存在也说不定。神物，听到这2个字，萧炎顿时也来了兴趣。要知道，能够称之为神物的东西，在整个大宙中都是不多不知道。那地阴之谷中的神物，是不是神火，又或者是其他神物？有了这样的一道信息，萧炎也不再耽搁，立马与卞娜一起动身，前往那西北之地。西北之地，这里没有平原，只有一座座高低不平、连绵不绝的山脉连接在一起。在这些山脉的最中心深处，则是有一座深不见底的山谷，而这道山谷便是地阴之谷，散发出道道阴森无比的气息，仿佛进入其中，任何的力量都会被这股阴森之气入体。一般在这地阴山谷的周围，峭壁如剑，直插云霄。同时山谷的最深处，除了阴森气息外，还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，仿佛古老传说中的玄妙之力在此凝聚，使得空气中充斥着一种特别的力量。此刻这股力量被剧烈的斗争所隐隐激发出来，因为在山谷之中，有着各大势力的神奇强者们在此地展开了一场生死的较量，锋利的兵器交击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，每一次碰撞都似乎在争夺这片天地的主宰权。神奇强者的身影在山谷间飞掠，速度之快令空气中都凝结成了锋刃他们的招式，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极其恐怖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仿佛要将这片山谷都夷为平地。激战中，不时有惨叫声响起，血光飞溅，一名名曾经威震一方的神奇强者们一一倒下，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山谷之中，血水浸染了土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原本规矩的争夺战已成泡影，杀戮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旋律。的阴之谷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这场力量的碰撞中颤动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悲哀与无奈。而在力量的风暴中，每位神奇强者的脸上都写满了决绝和狠厉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生存和胜利的可视。想要生存，想要胜利，那也要绝对的实力才行，不然就如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那些神奇强者的尸体，在这场生死的漩涡中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，只有最强者才能在这片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土地上赢得一线生机。哈哈哈，你们要是不想死的话，
就交出圣花印记，我便饶你们一命，不然就是死。山谷中，一位男子站在一些神奇强者的对立面，他的面容无比的冷静，与那独特的灰蓝色眼眸交相辉映，构成了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独特魅力，同时散发出极其强大的奇妙的气息。这股气息仿佛能够穿透一切的力量，而他正是阴阳殿的神蛟东魂。天机岛、乾坤岛还有丹神塔的几位，你们已经无路可走，我念你们是名门子弟，我可以不出手，但是圣花印记必须交出，不然你们都得交代在这里，给你们3秒的考虑时间。东魂的身上那股气息可怕至极，仅仅一道气息就已经让得他们都喘不过气来，而且刚刚已经有几位高阶天位神都死在了他的手中，手段无比的残忍。